安娜，저리 가。 训犬师的话如晴天霹雳般击中了女主人的心，她没想到自己的愧疚竟把爱犬推进了深渊里。曾经的她是不准丈夫靠近自己的恶犬，小小的身躯里还装满了狗仗人势的疯癫，但江训却说 보호자님이 보호자님을 민다라고 생각하세요. 보호자님의 성장에 있지 않을까? 라는 생각이 조금 들었어요. 原来这只穿黑色西装的混种犬叫德九，它在3个月大时被主人从遗弃犬保护所领养了回来。6年的时间让他们彼此早已成为密不可分的家人。德九也以绝对高的智商俘获了女主人的心，但在这一人一狗的世界里，丈夫却总有些格格不入。原来男女主人是传说中的闪婚一族，他们在交往1个月后就决定要共度余生。婚后1个月，他们就搬到了现在的房子里，领养的猫咪就成为了他们爱情的见证人。不过敏锐的江训却发现家里有一棵圣诞树，但谁知他马上就遭到了老 baby 的炮轰。새해부터 수사관 스타일로 가게. 현장을 잡아내려고 그러는데. 虽然两人婚后的生活一直浓情蜜意，但德九的问题却成为了解不开的结。只要丈夫靠近妻子，他就会恶口相向，而沙发和床就成为了他最大的受难地。清晨时分，德九会因为闹钟的声响而敏感躁动，即便声音停了，他的吠叫也不会停止。她会继续把枪口对准丈夫，持续输出。无奈的她只能来到客厅，不断的叹气。似乎不把她赶出卧室，德九就不会善罢甘休。1年半的时间，丈夫早就习惯了上班前的吠叫，但他真的搞不懂德九为什么会如此无理。有时候他想慢慢靠近，改善下二者的关系，但下一秒德九就会给予他雷霆一击。1周被咬2、3次已经是家常便饭。和妻子拥抱亲吻更是家里的绝对禁忌。德九就如一个忠实的骑士般守护着妻子，任何靠近的举动都会被视为挑衅的行为。女弟子觉得也许是她和丈夫还不熟悉导致的，江训也不禁抖个机灵表示赞同。其实为了改善和德九的关系，丈夫做了不少努力，只是后者却总是选择对她视而不见。因为从来没养过宠物的原因，她很迷茫，最后只能选择装大型动物的模样跟她套近乎。但是意料之内的和谐并没有因此降临，反倒是一连串的抱怨从德九嘴中不断发出。其实妻子也教了丈夫许多和德九相处的诀窍，比如让他动作幅度小一点，对狗狗的温柔再多一点，但丈夫却通通没有做到，他只会用死缠烂打的方式拉近和德九的距离。当妻子出门后，又为二者创造了绝佳的机会，只是德九的尾巴开始下垂，似乎知道要面对的局面。丈夫举起双手想继续和他玩闹一番，但后者却直接翻开肚皮尿在了沙发上。丈夫意识到可能是刚才的动作吓到她了，于是就跪坐在地上轻声呼唤她过来。但谁知德九在她面前又排泄到了地毯上。不死心的丈夫继续拿出了零食作为杀手锏。在这种诱惑下，德九终于开始配合起来。看来识时务者为俊杰，她已经融会贯通了。丈夫也因此体会到了从未有过的欢乐时光。但随着充值点消耗殆尽，德九又恢复了原样，这让老实的丈夫都快分不清她到底是天使还是恶魔。丈夫坐在沙发上抱着德九继续培养感情，但前来查看麦克风的工作人员又触动了德九的神经。他怒视着小哥，把警戒拉到了满值，这像极了之前他守护妻子不让丈夫靠近的情形，而且每次门铃响起他都会如临大敌。他奋力嘶吼的样子像极了保护领地的雄狮。但谁知当老父亲真进门时，德九又胆怯了，一地的排泄物似乎昭示着他就是个纸老虎而已。兴许是感觉没面子，回到客厅的德九又继续吠叫，但老父亲却丝毫不惧怕他的这份伪装。其实之前德九和父亲一起生活的时候，他的叫声和咬人情况和现在一模一样，即便他想靠近女儿，德九也会奋力护住，这完全就是现在丈夫窘迫状况的翻版。在这个家里，沙发永远属于妻子和德九的，而丈夫只能眼巴巴地看着，却不敢坐上去。在德九眼里，女主人才是他最需要保护的，其他人再熟悉也仿佛都是陌生人一般。丈夫不敢想象他是否会像对自己一样对待未来的孩子。其实在妻子心中，德九很像自己，曾经他因为细小病毒而生命垂危，在这个91%致死率的疾病面前，生命显得那么脆弱，而他被命运摧残的模样像极了之前得抑郁症的妻子。兴许是感觉到同病相怜，他对德九尤为照顾。幸运的是，他最后从鬼门关前捡回一条命，所以他比谁都要珍惜这段来之不易的缘分。但也正因为妻子和德九的关系太过亲密，所以丈夫十分怀疑狗子的问题能否改变。他也曾梦想着一家3口过上幸福的生活，而妻子也称自己做好了被训的准备，只希望江训能给他们带来一丝希望吧。听完今天的故事，江训说往期也出现过这种情况。第68期的柯基就偏爱男主人，而第138期的卡斯罗犬就对女主人有分离焦虑。很多时候狗狗的情况是与生俱来的，有的狗就不需要有广泛的人际关系。接下来弟子们就要确认德九的警戒心如何，
以及如果妻子不在的时候，她是否会保护丈夫。不过就在他们登门前，德九还对摄影师充满了敌意。看着小发雷霆的爱犬，女主人也一脸无奈。当德九听见门铃声时，吠叫的劲头更足了。没想到家里最热情好客的竟然是一只三花猫。当妻子放下德九的瞬间，他转头就往回跑，而在距离足够安全后，他又开始不断大叫。妻子的落座助长了他的嚣张气焰，哪怕丈夫靠近他，现在也无暇顾及。德九满眼都是对2名弟子的警戒。当前辈坐下后，狗子开始对他进行气味搜查，之后就开始边退边叫，躲到了妻子身后。看来胆小谨慎是他性格底色的一部分。接下来前辈提议让妻子离开客厅测试看看，但谁知德九却对他穷追不舍。当丈夫想把他带走时，狗子竟又尿了。女弟子猜测可能是他太紧张才会如此的吧。此时女主人不在，德九反倒听起了丈夫的话。面对这样双重狗格的狗子，丈夫也是一头雾水。她甚至会因为前辈的靠近而躲到丈夫身后不敢出声，仿佛女主人不在，她就成了没牙的老虎一般。丈夫也就顺利继承了她心中主监护人的位置。在观察结束后，丈夫问了前辈一个想了很久的问题，他不明白为什么自己跟狗狗很优秀学习后，反倒是跟德九的距离越来越远了。过分的亲近反倒会适得其反，松弛有度的宠爱才是处理好关系的秘诀。有时候狗狗明明给出了不喜欢被摸的信号，这时候主人就不要强行对它进行亲密动作了，适当的距离感其实也能给狗狗带来幸福。妻子称自己曾经养过马尔济斯和3只猎犬，但德九无疑是最难搞的那一个，他完全颠覆了女主人以往的养狗经验。而丈夫在结婚前也完全不知道德九的存在，没想到结婚后他竟成为了陪嫁小狗跟了过来。因为自己没养过狗，所以才会手足无措，他只会用模仿动物的方式来跟的9套近乎，但没想到这完全起到了反作用。到目前为止，丈夫的所有行为都踩到了雷点上，而德九也并没有真想咬他，只是警告一下而已。当他们聊到德九身世时，妻子说他母亲是只野狗，但是母亲和兄弟姐妹都过世了，只留他一个。当初在保护所里，他也是费了很大力气才活下来的。可能正因为如此，他才养成了见人就跑的敏感个性。当时他刚到家的第1年还很认生，妻子花费了3年的时间才彻底打开他的心。兴许他痛苦的过去正是他现在敏感的原因吧。江迅继续给出指令，让夫妻俩都进房间，只留下德九和节目组的人测试看看。女弟子此时趁机不断呼唤他的名字，而德九在嗅闻了一番后就开始不理他们了。此时你一点也看不出他曾经的嚣张跋扈，看来挖掘更深层次的原因还需要江迅出马才行。回去后，前辈觉得德九没有什么攻击性，他和那些天生就是恶犬的狗狗完全不同，只是多了一份普通狗狗少有的敏感而已。虽说丈夫想和他变熟的心没有错，但太过急功近利反倒会拉开他和德九的距离。这就像一个艺人遇上了一只矮狗，丈夫的热情似火，着实有些让德九吃不消。兴许是感受到克星到来，德九吼叫的比以往更激烈，而看见客人的刹那间，他就迅速跑到沙发上躲了起来。江迅为了缓解下他的情绪，提出在门口站一会儿。此时一人一狗隔空相望，气氛有些微妙。江迅还没靠近，就用强大的气场震慑住了德九。夫妻俩连连感叹，从未见过他在客人面前如此安静。德九在10分钟的挣扎后，终于跳下了沙发，而江迅也用上了夹子音来和他拉近距离。当德九稍微放松些后，就开始嗅闻起了眼前的男人，这也是他6年以来第一次如此长时间的嗅闻客人。江迅说，可能德九并不喜欢为了亲近而亲近的行为，反倒是一定的距离感更容易走进他的内心。他继续让女主人挺直腰板站在德九和自己中间，然后漫不经心地慢慢向狗狗方向移动。此时的德九也终于有些放松下来了。通过观察，江迅告诉夫妻俩，狗子的问题很好解决。他在来之前就已经把德九摸个门清了。他让夫妻俩先到沙发坐上5到10秒，然后再走到门口迎接自己的到来。谁知这样一个举动又重新燃起了德九的警戒之火。他继续让妻子背对狗子站在2者之间，因为曾经德九冲动时妻子都会抱住他，这似乎已经成为了一种思维定式。所以现在要做的就是换种方式进行阻拦。只要德九大叫，他就以身为盾挡在他面前。没想到这招竟对德九出奇的有效果。之后他又让女主人手提背带给他推下沙发，这是要让他意识到上了沙发就会被赶走。直到第3次后，德九终于意识到了主人的变化，于是他就悻悻地跑到远处进行战术性喝水。江迅称这其实是他的一种解压的方式而已。当他再回到沙发后，并没有马上靠近妻子，而是一脸哀怨地趴在抱枕上陷入了沉思。他想不明白为什么主人会突然不爱自己了，他只能跑到始作俑者身上不断嗅闻，试图提取出一些有用的信息解答疑惑。其实现在每次格挡都是重建关系的时候，也正因为主人的拒绝，德九才会跟其他人开始亲近。如果此时就默默地让狗子嗅闻，他可能会更开心。接着妻子又用抱枕堵住了他上沙发的路，谁知他马上又将枪口对准了无辜的摄影小哥。众所周知，狗狗在尴尬之时就会显得手足无措，一次次的拒绝让他心中怒气值不断叠加，最后只能在现场找个倒霉蛋发泄。江迅说，他之所以这样做并不是在威胁对方，
而是在不断试探主人的底线。如果他继续叫下去，妻子会接受吗？因为6年以来，他一叫主人就会抱他哄他。现在他只是故技重施，想获得妻子的爱而已。其实就像一个70岁的老人，习惯早已定型，现在想改变德久几乎是不可能的事，而唯一的胜算就落在了女主人的身上。他用右腿把德久挤在了沙发和坐垫的角落里，这是在告诉他，我不会再纵容你的大叫，格挡阻拦就是我最坚定的答案。之后，妻子继续站在丈夫面前和德久对峙，一步步的阻拦正在突破他的心理防线。江训让妻子继续在德久面前叹一口气，在屡次的施压之下，他也终于学会了看主人脸色。德久拳头大的脑袋里此时一团乱麻，他不明白为什么主人不再抱自己了。最终，他也只能坐在地板上静静的等待答案。其实德久想要的只不过是主人的抚摸而已，因为他觉得这本就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。6年的相处让他深深的相信自己的主人，哪怕自己大叫，主人的爱也不会改变。而现在的训练只不过是换了一种爱的方式。没想到江训的肺腑之言又触碰到了妻子的心弦。虽然他在人生的低谷之时遇到了德久，几年的陪伴让他渐渐走出了阴霾，但也正是他的宠溺才造就了德久如今的局面。也许他曾想摆脱这样的深渊当只好狗，但妻子的存在却成为了他最大的阻碍。有时候溺爱是会摧毁掉一只好狗的。其实妻子也意识到了他对德久好像很执着，而德久更像世界上另一个版本的自己。江训说，在家里妻子下午4点会接孩子放学，如果他晚到10分钟，江训就会很生气，因为他小时候尝到过独自等待父母的滋味，所以现在哪怕让儿子多等10分钟，他都会很煎熬。这就是把年轻的自己投射到了孩子身上的结果。如果夫妻俩以后有孩子，肯定会把他当成优先级，那恐怕就会对狗狗产生一种愧疚心理，更别提他在孩子身边吼叫时会管束他。很多主人甚至会因此而陷入自责之中，所以他觉得妻子现在应该走出来了。6年的时间，德久一直在帮助妻子，现在也应该轮到他来帮德久走出困境了。하은아 일어나. 하은아 일어나. 江训一声声的呼唤直冲女主人的心灵。几年前的他也曾阳光开朗、风华正茂，但后来却因为忧郁症而坠入了深渊。后来德久的出现恰如一道光芒，照亮了他的黑暗。他是凭借着对德久的责任感才撑过了那些煎熬的岁月。有时候妻子也会因为没钱而自责，他会心疼德久跟着他吃不到什么美食，而这种愧疚之情也一直延续到了现在。现如今条件好了，他总想着要弥补德久，正是这种想法再次把他推向了泥潭。好在江训的一番话让他醍醐灌顶，醒悟了过来。为了弥补这一切，他开始更坚决的格挡，以此来重新建立一种非依赖性的新关系。 되게 낭만적으로 하셔가지고 말을 좀 해서 그런가요? 아니 말을 너무 따뜻하게 하셔가지고 女主人用德久把自己困在了家里，看来今天之后她也要走出去看看这个世界了。主人和狗狗彼此的救赎和成长才是训练的意义所在。最后江训也建议把主监护人换成丈夫，让他负责日常的喂饭和散步事宜，这样去提升德久的社交能力，也是为了孩子的到来做准备。当弟子们都到场后，德久的状态已经有所不同了，相信重新恢复社交的他一定能越来越好的。其实有时候我们往往会把自己的想法强加到狗狗身上，却忽略了狗狗也许并不喜欢这样的行为。生活就像一面洁白无瑕的镜子，我们所看到的只是自心的投影而已。从反馈视频来看，德久的沙发训练相当理想，而且他也为了孩子的到来做了航空箱训练，相信在正确的引导下，他一定可以重见光明的。好了，我们下期节目见。